你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是不是也先来一杯香浓的咖啡，让自己清醒过来？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咖啡简直是生活必需品，没有它就没有精神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杯每天陪伴你的咖啡，除了提神之外，可能也在悄悄地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太友好的影响。长期喝咖啡究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坏处？咖啡豆烘焙得浅一点还是深一点，对健康有没有差别？每天在便利店买的超商咖啡真的安全吗？还有那种方便的滤挂式咖啡，会不会让我们喝下塑胶微粒？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开关于咖啡的这些秘密，让每一位爱咖啡的你都知晓真相。先别急着担心，咖啡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，适量饮用咖啡对人体还有不少好处，比如提高注意力和振奋精神，甚至有研究指出，咖啡可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。但凡事都有两面，咖啡喝太多或者喝得不当时，它的一些黑暗面就可能出现。我们来盘点一下长期喝咖啡可能带来的几大坏处，你中招了吗？一是容易上瘾，产生依赖。咖啡里的主要成分咖啡因是一种让人兴奋的物质，喝了会让人精神振奋。然而，正因为它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，长期大量摄入会让身体逐渐习惯这种刺激，结果就是一旦哪天没喝咖啡，你可能就感觉没精神，甚至出现头痛、疲倦、情绪低落等不适。这其实是典型的咖啡因戒断症状。很多咖啡爱好者笑称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咖啡，一杯不喝就浑身不对劲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每天不喝咖啡就难受，那恐怕已经对咖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。别误会，咖啡因成瘾不等同于什么可怕的毒瘾，但确实会让你离不开咖啡。所以呢，还是得适可而止，偶尔也尝试减少咖啡摄入，让身体不至于完全被咖啡因控制。第二，可能引发焦虑和心悸。你有没有喝完浓咖啡后感觉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甚至有点坐立不安？咖啡因会促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，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，这就难免带来一些焦虑感。有些人天生对咖啡因特别敏感，喝一点点就心慌和心跳加快，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咖啡让你的神经开始飙车。如果本来就容易紧张，过量咖啡只会火上浇油，让你更加焦虑烦躁。另外，心脏方面，咖啡因会暂时提高血压和心率。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，一两杯咖啡没啥大碍，但如果喝太多，或者自身有心律不齐的问题，就可能诱发心悸和心跳不规则。有些研究发现，一部分人的基因决定他们代谢咖啡因的速度较慢，这类人喝咖啡更容易出现心悸，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此，如果你每次喝咖啡都会心慌胸闷，就要警惕是不是喝多了。或许你属于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那一群人。第三，影响睡眠质量，这一点很多人深有体会。咖啡提神的效果有多好，妨碍睡眠的本事就有多大。咖啡因在人体内代谢需要好几个小时，一般喝下去后3到7小时，体内咖啡因浓度才会减少一半。所以，如果下午或傍晚还在猛灌咖啡，到了晚上很可能大脑依然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长期睡眠不足又会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每天晚上照样喝咖啡，依然睡得着。确实，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不同，有的人百毒不侵，喝完咖啡倒头就睡，这通常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咖啡因的存在。但即便能睡着，咖啡因仍可能影响睡眠的深度，让你睡得不够踏实，不够香。更别提那些对咖啡因极为敏感的人，下午喝了杯拿铁，也许半夜还在数羊到天亮呢。一般建议尽量在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碰含咖啡因的饮料，尤其是打算11、2点就寝的人，这样可以给身体足够时间代谢掉咖啡因，避免咖啡搅了你的美梦。第四，可能导致胃部不适和肠胃问题。空腹喝黑咖啡，你是不是体会过胃里翻腾的滋味？咖啡因以及咖啡中的某些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酸分泌，空着肚子来一杯，很容易让胃酸过多，结果引发胃痛或胃灼热。有胃溃疡或胃酸倒流等问题的人对这点特别有感。很多人为了养胃，喜欢在咖啡里加点牛奶和糖，觉得这样就不伤胃了。
然而，糖和奶只能稍微中和咖啡的苦味，并不能阻止咖啡因刺激胃酸。正确的方法是不空腹饮用咖啡，最好在吃过早餐或午餐后再喝，这样胃里有食物垫着，就不容易出问题。另外，咖啡还有一定刺激肠道的作用，能促进肠道蠕动，这对有些便秘的人来说倒是好事，一杯下肚，马上通畅。但对某些敏感体质来说，咖啡可能让肠胃过于活跃，甚至引起腹泻。每个人肠胃反应不同，关键还是适量观察自己的反应。如果喝咖啡总觉得胃不舒服，不妨调整一下喝咖啡的时机，比如改在饭后再喝，或者干脆减少摄入量。第五，关于骨质疏松的担忧，有传言说喝太多咖啡会导致钙质流失，进而诱发骨质疏松，尤其对女性不好。这件事呢，有一点点科学依据，但也不必过度恐慌。咖啡确实会轻微影响钙的吸收，并且咖啡因的利尿效果会增加钙随尿液流失的量，但未冲煮的生咖啡豆中含有草酸和单宁等，会阻碍肠道对钙的吸收。而咖啡豆经过烘焙、研磨再冲泡成咖啡后，其中草酸含量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，据估计只有红茶的1/5，卷心菜的1%，以及菠菜的1/1000。因此，正常饮用咖啡导致的钙流失程度很有限。如果每天钙质摄取充足，达到每日建议摄入量，那么适量喝咖啡对骨骼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只有在你本身钙摄入就不足，又长年累月的狂喝超大量咖啡的情况下，才可能加剧骨质疏松的风险。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，本来骨质流失就比较快，更不建议一天喝太多咖啡。简单来说，咖啡并不会直接把你的骨头泡软，但爱喝咖啡的人也要记得补钙。喝咖啡的同时，注意每天摄入足够的牛奶和深绿叶蔬菜等钙质来源，或者额外补充钙片，这样基本能抵消咖啡对骨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除了以上几点，长期大量喝咖啡还有一些其他小麻烦，例如血压升高和轻度脱水。咖啡因会让血压在短时间内上扬，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长期喝咖啡就一定导致高血压。另外，咖啡具有利尿作用，喝多了会让人频繁跑厕所，但别忘了，咖啡本身也是液体，适量饮用不至于真的让人脱水，只要你不把咖啡当白开水一样猛灌就好。孕妇如果摄入过多咖啡因，还可能增加流产风险，因此孕期女性通常被建议严格限制咖啡因的摄入。听起来咖啡有这么多副作用，挺吓人吧？其实这些问题多半只有在摄入过量或者特殊人群身上才会明显出现。普通人如果每天喝1-2杯咖啡，大约总共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，身体一般完全扛得住，还可能从咖啡中受益呢。关键就在于适度，俗话说过犹不及。了解了这些潜在的问题，我们就能更聪明地享受咖啡，避开其中一些坑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咖啡豆的烘焙程度是否会对健康产生影响。市面上的咖啡豆常根据烘焙深浅分为浅焙、中焙和深焙。浅焙豆颜色较浅，酸味突出，咖啡风味清爽；深焙豆颜色深且油亮，带有浓烈苦香和焦糖风味。那问题来了，咖啡烘焙的深浅会影响它对健康的好坏吗？其实，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在化学成分上确实有一些差异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，烘焙程度会影响咖啡中的有害物质含量，典型例子就是丙烯酰胺，这是一种在高温烘烤过程中产生的潜在致癌物。浅焙咖啡豆由于烘烤时间较短，往往保留了更多的丙烯酰胺；深焙豆烘烤时间长，温度更高，会分解掉一部分丙烯酰胺，所以含量低一些。有研究指出，浅焙咖啡的丙烯酰胺含量确实高于深焙咖啡，不过我们不必因此谈丙烯酰胺色变，要通过喝咖啡摄入足以致癌的丙烯酰胺，恐怕一天得灌下几十升咖啡才行，这显然不现实。此外，深焙咖啡在高温下还会生成一些其他副产物，例如呋喃类化合物，过量摄入对健康也不利。但和丙烯酰胺一样，这些物质在1-2杯咖啡中的剂量非常微小，正常饮用无需过度担心，除非你天天喝那种烘得焦黑发苦的炭烧咖啡，否则咖啡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并不会高到足以抵消其益处。其次，
不同烘焙度的咖啡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有区别。咖啡里著名的抗氧化成分是绿原酸，它属于多酚类物质，对抗自由基、减少发炎都有帮助。不过绿原酸不太耐热，烘焙时间越长损失越多，所以浅焙咖啡保留的绿原酸最多。随着烘焙加深，绿原酸含量逐渐降低。有人可能会想，那岂不是浅焙咖啡更健康，抗氧化效果更强？确实，浅焙的抗氧化物质略胜一筹，但深焙咖啡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深度烘焙会产生一些新的化合物，比如类黑素，也就是咖啡豆表面形成的深色物质，它本身也具有一定抗氧化能力。另外，深焙咖啡尝起来虽然更苦，可其中一些复杂风味物质，咖啡豆在梅拉德反应中生成的产物，也可能对健康有益。总的来说，浅焙和深焙咖啡在抗氧化方面各有千秋，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悬殊。再次，烘焙深浅还会影响咖啡对肠胃的刺激性。很多人以为深焙咖啡味道苦涩浓烈，所以更伤胃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浅焙咖啡通常酸味较强，酸度高往往更容易引起胃酸分泌，对胃部的刺激也更明显。而深焙咖啡酸味低，对胃的刺激相对小一些。更有趣的是，深焙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名为 N-甲基吡啶的特殊物质，它能够抑制胃酸分泌。研究发现，添加了这种物质的深焙咖啡比中焙咖啡更不容易刺激胃酸过多。因此，对于有胃酸过多或肠胃敏感的人来说，选择深焙或深度烘焙的咖啡可能比浅焙咖啡更温和。当然，每个人情况不同，如果你喝某种咖啡总觉得胃里不舒服，那就尽量避开吧。最后，很多人关心烘焙程度对咖啡因含量的影响。一般来说，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，咖啡因不会大量流失，除非烘得焦黑碳化。深焙豆因为失水更多，质地更轻，按重量计算单位咖啡因含量甚至略高于浅焙豆。但如果按体积来算，比如同样一勺豆子，浅焙豆更密实，所含的咖啡因可能还略多一些。所以浅焙和深焙咖啡的提神效果其实差不多，并不存在深焙就含更多咖啡因，浅焙就不提神的说法。真正决定咖啡因摄入量的是你喝了多少咖啡，以及咖啡豆的品种。例如，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含量就显著高于阿拉比卡豆。无论浅焙还是深焙，喝太多了都不好。总而言之，从健康角度看，咖啡的烘焙深浅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。浅焙咖啡保留了更多有益抗氧化成分，但也带来了较高的丙烯酰胺含量和酸度。深焙咖啡有害物质含量更低，对胃也更友好，但部分有益成分略少一些。如果你特别在意某一方面，比如想摄入最多的绿原酸，可以偏好浅焙；如果肠胃敏感，就试试深焙。不过，相比烘焙度，更重要的是选择质量可靠的新鲜咖啡豆。无论浅焙还是深焙，霉变或劣质的豆子才是健康更大的隐患。总之，选你喜欢的烘焙度，让咖啡带给你愉悦就好，健康上的差别并不大。每天早上一杯超商咖啡已经成为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族的日常标配。便利商店里的现煮咖啡便宜又方便，但最近坊间流传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，声称不要再喝超商咖啡了，理由是咖啡没有用滤纸过滤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这听起来吓人吧？究竟超商现磨咖啡能不能喝，其中有没有什么风险呢？先来说说滤纸过滤的问题。一般如果用滤纸过滤咖啡，滤纸会吸附掉咖啡中的油脂，而超商咖啡机通常使用高压萃取法，冲出的咖啡类似意式浓缩，并没有经过纸滤网，会把咖啡豆里的油脂成分全部带入杯中。咖啡油脂里含有一种物质叫咖啡醇，它是咖啡豆油脂中的天然化合物。有研究指出，大量摄入咖啡醇可能导致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升高。换言之，长期狂喝未经滤纸过滤的咖啡，可能使胆固醇略有上升，这就是网传谣言所依据的理论。然而，这种影响通常要在非常高的摄取量下才会显现。一般人每天1-2杯超商咖啡，摄入的咖啡醇远不足以严重干扰胆固醇代谢，何况有没有滤纸并不是判断咖啡安全与否的关键。欧洲不少传统咖啡，比如法式绿鸭壶煮出的浓咖啡，也不经过滤纸，但欧洲人喝了几百年咖啡，该喝还是照喝。
真正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本身胆固醇就偏高，又每天喝很多杯未过滤的浓咖啡，那确实有可能进一步推高胆固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考虑改喝用滤纸过滤的咖啡，例如手冲、美式低滤，或者干脆减少咖啡摄入量。总之，正常饮用超商咖啡并不会让你的血脂瞬间飙升。有关它伤身的传言明显夸大其词。接下来谈谈咖啡豆的品质。有人觉得超商咖啡那么便宜，用的豆子肯定很差，喝了会不会不健康？其实，大型连锁便利店对咖啡豆的采购和品控还是很重视的。像7到11和全家这类超商使用的咖啡豆，通常来自专业烘焙厂商，不会采用发霉变质的豆子，而且他们卖出的咖啡量大，也会定期检测品质，包括咖啡因含量是否过高，以及有无霉菌毒素超标。所以，从食品安全角度看，超商咖啡豆本身是符合安全标准的。当然，超商为了压低成本，常常使用价格较低的罗布斯塔豆拼配，这种豆子咖啡因含量很高，风味也比较苦涩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咖啡因更多，超商咖啡的提神效果往往更强劲，但口感上可能比不上精品咖啡馆的新鲜手冲细腻。不过要论健康风险，罗布斯塔豆虽然味道粗犷一些，却并不比阿拉比卡豆更不健康。只不过喝了高咖啡因饮料，你可能会心跳更快罢了。所以如果你对咖啡因特别敏感，喝超商的大杯咖啡容易心悸手抖，那么可以选择小杯一些，或者减少饮用频率。还有就是新鲜度和卫生问题。便利店咖啡机里的咖啡豆每天都会补充更换，磨出的咖啡粉算是新鲜，不会放好几天变陈。另外，这些商家的咖啡机通常每天都会清洁并定期保养，你大可不必担心喝到霉菌或机器残留物。有些人疑惑超商咖啡放久了会不会变质，其实便利店都是现点现做，咖啡做好后，如果超过几分钟没人取，店员就会倒掉重新制作，不会让一杯咖啡在机器里趴一整天。因此，超商咖啡在清洁卫生和新鲜度上基本过关，这一点可以放心。最后，我们来对比一下超商咖啡和咖啡馆现磨的差别。主要区别无非在于风味和萃取方式，对健康影响并没有明显不同。便利店咖啡机采用高压萃取，萃出的咖啡接近意式浓缩，而咖啡馆常见的美式咖啡一般用热水将浓缩液稀释。相比手冲低滤咖啡，超商咖啡保留了更多的油脂成分，但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点差异对健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你特别讲究咖啡的香气和口感，当然精品咖啡店的新鲜手冲更让人满足。而如果你只是需要一杯安全可靠的提神饮料，超商咖啡完全可以满足需求。总的来说，超商咖啡是可以放心喝的，它跟其他咖啡一样，关键在于适量。你要是一天灌5-6杯，不管什么咖啡都受不了。所以别被那些危言耸听的传言吓住了，正常去享受你的便利店咖啡就好。它评价好喝，提神有效，偶尔还推出新品，满足你的口味惊喜。只要不过量，超商咖啡绝不会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。很多咖啡爱好者喜欢买那种一包包的滤挂式咖啡，撕开包装挂在杯沿，冲入热水就能随时随地享用一杯新鲜咖啡。它方便又香醇，但也有人担心滤挂包的材料会不会在高温下释出塑胶微粒，让我们把塑料碎片一起喝下肚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看看滤挂包的材质。别看它像纸，其实绝大多数滤挂咖啡的滤袋并不是传统的纸，而是一种无纺布材质，通常由聚丙烯、PP 或聚酯 PET 等塑料纤维制成。这种材料结实耐热，所以滤挂包在热水冲泡下不易破掉。但与此同时，滤袋毕竟是塑料纤维织成的网，在高温冲泡时难免会有极细微的塑胶颗粒释出到咖啡中。有研究发现，塑料材质的茶包在沸水中浸泡5分钟后，会释放出数百亿颗微塑胶颗粒。想想看，如果滤挂咖啡的滤袋也是类似的材质，那么我们在享受咖啡香味的同时，也难免会摄入一些看不见的塑料微粒。曾有传闻称，滤挂式咖啡的滤袋为了防水防烫，添加了所谓的湿强剂这种致癌化学物质，泡咖啡时会溶出到饮料中，这听着更吓人。不过后来台湾食药部门抽检市售的滤挂咖啡，
发现所有绿带材质都是 PP、PET 或 PET 这类塑料纤维的不织布，并非纸材质，因此根本不需要添加什么湿墙剂。换句话说，滤挂包本身就是塑料做的，不存在额外添加致癌物的问题。滤纸溶出毒物的说法可以放一边，但滤带是塑料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微塑料释出的可能性。那喝进这些微塑料怎么办？目前科学界对人体摄入微塑料的影响还没有定论，一些研究已经在人体血液和胎盘中检出了微塑料颗粒，这说明我们平时通过各种途径多少都吃进了一些塑料。不过短期内，微塑料不会像剧毒物质一样让人立即生病，它更多是一个长期隐蔽的隐患。有学者担心微塑料进入体内可能引发慢性发炎反应，或者携带其他污染物，对健康造成影响。也有观点认为，微塑料颗粒太小，大部分会随粪便排出，不会在人体累积。总之，少吃塑料总比多吃好，能避免则尽量避免。那是不是意味着喜欢滤挂咖啡的人很危险？其实倒也不必恐慌。首先，滤带每次释放的塑胶微粒虽然数量庞大，动辄几十亿上百亿颗微粒，听着确实吓人，但这些颗粒体积极微，以纳米级为主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剂量会直接危害人体健康，所以偶尔喝一杯滤挂咖啡问题不大。但如果你每天都喝上好几包，长期累积摄入的微塑胶也不可小觑。谨慎起见，不妨换个方式冲咖啡，可以使用咖啡粉加纸滤纸手冲，纸滤纸基本不含塑胶成分，或者用法压壶等其他器具萃取咖啡，至少减少热水直接接触塑胶材料的机会。市面上也有号称采用生物可降解 PLA 淀粉材质制成的滤挂袋，相对来说释出塑料微粒的风险会低一些。如果买得到这类产品，不妨优先选择。总的来说，滤挂式咖啡的滤带通常含有塑胶成分，在高温冲泡时可能会释出微量的塑料微粒。喝一两次当然感觉不到什么，但长期每天摄入是否对健康有影响，目前不好说。谨慎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通过饮料摄入塑胶的机会。如果你对此介意，不妨偶尔改变冲泡方式，或者选择材质更安全的滤挂产品。不要忘了，塑胶微粒如今几乎无处不在，我们喝的水、吃的盐里都检测得到微塑料。相比之下，一杯滤挂咖啡里那一点点塑胶微粒，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心中有数，适度改善习惯，这样既能享受便利美味，又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塑胶摄入。